曾經我們說過一期，去趟意大利你能去到幾個國家？一共是4個：意大利、梵蒂岡、聖馬力諾，還有一個呢是主權實體馬耳他騎士團。就是說，在意大利境內就有那麼多國家，或者說主權實體。那麼其實意大利自己呢也像2個國家。咱們先來說，提到意大利，你想到哪些城市？米蘭、羅馬、威尼斯、熱那亞、佛羅倫薩。你發現沒有？這些城市幾乎都是在北方。而意大利的南方呢？你能說出幾個城市？那不勒斯，還有一個就是西西里島。那島上的像巴勒莫啊、陶爾米納一些地方。就從人們所熟悉的城市當中，你會發現，意大利的南北差距是巨大的。北方明顯要比南方发達。那別說城市了，看看意甲，尤文圖斯、AC 米蘭、國際米蘭，主要的一些強隊也都是在北方。你看啊，這裡是米蘭，你會發現意大利最重要的工業、製造業還有金融商業幾乎全部集中在米蘭這一帶。你再往南呢，到了那不勒斯，到了西西里，它的整個經濟結構就發生了變化，工業減少了，高端製造業減少了，就連年輕人都少了。所以在意大利你會看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，北方呢就像是印象中發達的歐洲國家，而南方呢更像是一個農業國家。那為什麼意大利會出現這樣巨大的南北差距？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南北意大利的發展模式。那如果想要理解這個問題啊，咱们得把時間倒推到100多年前，因為一個地方的發展往往跟它的歷史有關。那意大利也一樣。今天的意大利是一個統一非常晚的國家，在19世紀以前，這裡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意大利。整個亞平寧半島被不同的國家和政治實體分割。那北部有什麼呢？薩丁王國，這個王國也是後來成為意大利統一運動的最重要的力量。而東北部有威尼斯共和國，中部呢托斯卡納，還有長期控制羅馬以及中部大片地區的教皇國。而整個南方呢，相對就比較少了，最主要的就是那不勒斯王國，後來成為了雙西西里王國。就旁邊這個西西里島也經歷了不同王朝和政治勢力的統治，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，米蘭人跟那不勒斯人相互其實是陌生的，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法律體系、不同的政府、不同的稅收，當然還有非常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。那麼今天這個意大利其實是後來拼起來的，而且啊，這種分裂不只是地圖上的分割，因為經過幾百年不同的發展，再加上地理條件，這個差距比德國那些神羅小國要大得多，那也就形成了意大利南北完全不同的經濟基礎。那咱們先來看北方。那為什麼意大利的北方更像一個現代歐洲？之前咱們說米蘭、威尼斯、熱那亞、佛羅倫薩這些城市什麼檔次啊？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，他們就已經非常重要了，可以說是歐洲的商業跟金融中心之一。先来看靠海的，威尼斯跟熱那亞出海非常方便，他們長期控制着地中海重要的貿易网絡，和歐洲各個國家以及東方世界進行貿易。那佛羅倫薩有美第奇家族這樣的一個商業跟金融巨頭。所以北方很早就形成了一套東西，城市、商業、金融、手工業還有貿易。那工業化需要的是啥？資本、企業家、技術工匠、市場、密集的城市還有交通網絡，這些是工業化最重要的基礎。那北方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之後，其實已經為工業化做好了準備。到了歐洲工業革命時期，那直接就爆發了。那麼再來看南方，意大利的南部走的是另一條道路。當然，這裡也曾經出現過非常繁榮的城市。比如說那不勒斯，它是曾經歐洲最重要的大城市之一，擁有龐大的人口，還有港口，還有商業活動。但從整個區域來看，南方的經濟基礎和北方的是完全不同的。因為這裡雖然有那不勒斯，但也只有那不勒斯。大片的區域長期還是以農業為主，城市的商業還有工業體系並沒有像北方那樣密集。所以到了工業革命之前，南北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，北方更像是一個商業跟城市的經濟體系。而南方更像是一個農業跟土地的經濟體系。那這個差異呢，在工業革命之前其實並沒有那麼明顯，而這之後呢，又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，就是1861年意大利王國成立，後來威尼斯併入羅馬併入，就基本形成了今天意大利的版圖。現在這個意大利從成立開始，那也就100多年的時間，而在這100年之前，南北已經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了。那時間來到了19世紀後半葉，歐洲的工業革命進入到高速發展時期，那這個時候，英國、法國、德國都快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工業體系。那意大利當然也要追趕，這個工業首先安排在哪裡進行發展呢？那這個答案也非常明顯，就是北方。首先，
這裡距離法國、瑞士、德國更加近，而且背靠阿爾卑斯山，擁有波河平原，自己也有成熟的城市，還有商業網絡，所以鐵路首先在這裡密集起來，工廠在這裡集中起來，隨之而來銀行和資本也在這裡聚集，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典型的循環。原本這裡就比較發達，然後就更加的容易工業化，而工業化之後就更發達。南方的問題恰恰相反，工業基礎薄弱，交通條件相對不足，距離歐洲大陸的核心市場又很遠，所以工業革命並沒有把南北的差距拉平，反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進一步把差距變大。而时间来到了20世紀初，意大利的北部就发展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，這就是米蘭、都靈和熱那亞的工業三角。咱們同樣的把20世紀的意大利比作一部龐大的工業機器的話，那麼這個工業三角就是它最重要的發動機。現在意大利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汽車品牌叫菲亞特，那它是在哪裡崛起的呢？就在都靈。所以都靈不僅有尤文图斯，它也是意大利汽車和機械工業的代表。再來看热那亞，它最大的優勢就是港口，來自海外的原材料通過地中海進入意大利，然後再進入北方的工業體系。米蘭和都靈還有熱那亞又很不一樣，米蘭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工業城市，它聚集着金融、時尚、設計、會展、傳媒、高端服務業、總部經濟。所以米蘭厲害的地方並不是它有多少工廠，而是它把工廠背後的那些東西全部吸引過來。所以米蘭逐步從工業城市變成了整個意大利的經濟心臟。那如果你以為意大利北方的經濟只靠米蘭、都靈還有熱那亞這3座城市，那肯定是太小看意大利的北部地區了。除了米蘭之外，再往東走，博洛尼亞、維羅納、帕多瓦這些城市人口都不多，但是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產業，有汽車機械、紡織、陶瓷、包裝、零部件，而且這些城市之間通過高速公路、鐵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張巨大的產業網絡。這就是意大利非常有特色的地方，中小城市產業集群。所以意大利的北方並不只是擁有一座超級城市，而是有一大批的中等城市、工業城市、專業化的小城市，它們之間組成了一張非常密集的經濟網絡。這一點其實非常像德國的發展模式，或者說德國跟法國的模式相結合，同樣擁有一個超級城市米蘭，但是周圍的區域呢又緊緊地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一張城市網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意大利政府就沒有想辦法來拉一把南方嗎？其實是有的，尤其是從2戰之後，意大利政府花了大價錢、大精力來開發南方，修公路、鐵路、建港口、建工業區，給企業補貼，甚至直接建設大型的國有工業項目。但最重要的問題是，建一座工廠和建立一個產業生態，這完全是2碼事情。那產業發展不起來，一個非常直接的後果就是年輕人開始離開。那一個南方的年輕人畢業之後，在那不勒斯或在巴勒莫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那去哪兒呢？去米蘭。那南方呢就出現了另一個循環，工作少，年輕人離開，人才減少，那企業就不願意來了，那這個工作機會就更少，而留在當地的年齡越來越大，那這個現象就是人口老齡化，還有人才的外流。而一個地方有沒有能力留下年輕人，決定的這個地區未來的發展能力。如果年輕人不斷的離開，發展就會被削弱，整個北方的虹吸效應就越來越大。意大利南部的發展問題還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，就是黑手黨，尤其是在西西里、那不勒斯呢有卡莫拉，這些組織的形成有它的歷史原因，也不能把這些黑手黨啊、卡莫拉當成意大利南方落後的唯一原因。但是在一些歷史時期，這些組織確實侵占了公共資源，干擾着正常的市場競爭，影響了外來資本的進入。對於一個本來就缺少產業集群的地區來說，這種影響會進一步放大。而中間的羅馬像是拽着意大利的南北。羅馬毫無疑問是整個意大利的政治中心，也是全世界重要的文化旅遊城市，也要分量夠重才能拉住南北。再看米蘭，它就是實際上意大利的經濟首都。而且米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，它並不依靠旅遊生存，雖然它也有很多旅遊資源。所以如果去旅遊的話，在米蘭日常的消費、吃飯啊什麼的，其實並沒有那麼貴。那你說房價啊、住宿啊，肯定會稍微貴一點。但是反而到南邊，在陶爾米納點一杯咖啡，不比在米蘭便宜。南北的城市空間差距同樣明顯。在北方，工業區規劃更加成熟，交通網絡更加完善密集，公共交通更加靠譜。如果你在米蘭坐公共交通的話，相对來說是性價比很高的。如果不信，你就到那不勒斯坐公共交通試試看。而且北方的城市更新也更加頻繁，整個城市是在不斷生長的。
而到了南方，整個城市更新還有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比較慢，有一些老城區依然存在人口密集、建築老化、公共空間不足的問題。那如果從文化上來講，這裡又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矛盾：南方的這種落後，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了它的財富，因為這裡保存下來的不只是幾座歷史建築，而是整個歷史片區。那這些東西在高度現代化的北方城市是越來越難找到了。所以我們重新看意大利，意大利的南北差距是幾百年甚至千年的歷史，還有地理位置、政治格局很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一個背靠阿爾卑斯山，融入現代工業、金融還有產業網絡；另一個向南，那從旅遊的角度來說，這裡面向地中海，擁有陽光、農業，還有延續數千年的古代文明。那從個人來講，如果意大利的南北模式要投票的話，這把投北方，因為意大利北方不僅有米蘭這種超級城市，還有很多中小城市形成的片區。當然，如果從遊客的角度來講，意大利的南方也非常有吸引力，一邊奔向效率，另一邊守着歲月。那如果站在你的角度，你更喜歡哪一邊呢？地圖可以把南北劃進同一個國家，歷史卻不會輕易讓他們走上同一條道路。意大利的南北差距依舊是一段仍在繼續的歷史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下期再見。